接下来呢，老师要给我们带来坚果棒。我们赶快来看麦老师今天带来另外一道的这个坚果棒。好，这个呢，它有一个名称哦，叫能量棒。瞬间补充，快速补充身体能量。好，那我们里面用的呢，就是大量的坚果。是。那我们这边看到的第一个，这个叫做杏仁果。杏仁果，那杏仁果呢，一定要熟的，不能是生的哈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准备了这个大概300公克左右的这个杏仁果。那杏仁果我们一定要先烤熟，准备好，把它铺在烤盘上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了这个呢，比较软性一点的，这个叫腰果。腰果它也是一个减肥圣品哦，就是呢，它里面的这个纤维质含量也很高，那它里面的这个油脂都是很健康的油脂，对身体很好。所以这些都烤过了吗？都熟的，都熟的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要准备的是南瓜子。南瓜子，我们先把它加进来。我这加一点南瓜子哦，我要的是颜色，这样配起来就觉得哇，颜色很好看，很舒服。对对对。再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这个用这几年很流行的这个叫做黄金的这个亚麻籽哦，亚麻籽。对，亚麻籽哦，那里面的这个油脂是非常棒的，这个油脂。我知道，小小一罐亚麻籽油非常的贵，有时候甚至都卖到上千块。对对，那我们这边呢放了这个亚麻籽进来哦。它对人体有非常多的这个益处。那我们呢再加进来一个叫红藜麦台湾目前也是很夯的一个，这个有红宝石之称，红宝石之称的红藜麦。但是我们的亚麻籽跟红藜麦都要熟的，都是熟的哈，不能用生的。那我们已经都把它烤熟了，对，先放在烤箱里面把它烤熟。那再接下来加进来的这个呢是这个野生的小蓝莓。野生的小蓝莓干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它也是纤维质很高，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花青素哈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加进来之后，这个是我们能量棒里面的一个基本的组合。那当然它的重量多少呢？我们在配方里面也都有很详细的说明。那各位观众朋友可以依照你的喜好来做增减。好，那这些呢对人体都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哈。那迅速补充你的身体能量。那我们在操作做糖之前呢，其实我今天重点是吃这个。那我们待会一点点的糖浆脆脆的把它包起来，这样子我们在食用的时候比较方便。那它使用前我要放进烤箱里面保温。烤箱这边现在设定的是100度。那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坚果都放进来。开始来做保温的动作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来煮一点点的糖浆。首先呢，准备一个锅子，不粘锅，用不粘锅来处理哦，它呢损耗量比较低。那一般来讲呢，我们正常在做糖果会使用到的一个食材呢，叫麦芽糖。那这个呢，老师不用麦芽糖，我这次用的是蜂蜜。那这里用的蜂蜜是100公克左右。好，我们把蜂蜜加进来。老师，如果说像在加拿大，它的枫糖很有名，可以，可不可以用一样的分量代替蜂蜜？一样是同等重量哈，因为枫糖、蜂蜜它们两个食材的这个含水量差不多，但是枫糖比蜂蜜甜一点点。再接下来呢，这边准备的是砂糖，我考虑到观众朋友们可能砂糖取得容易。海藻糖也可以，海藻糖也可以哈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加进这个砂糖。接下来这里呢，加进来的是盐巴哦，就是我们在做这种坚果的产品的时候，有一点盐呐，在里面有提味的效果，所以一点点盐巴。你看这些都是干燥的食材，干燥的食材我要熬煮，让它呢容易溶解，所以我要加进来一个水，水的重量大约是70公克哦。那水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溶剂，把它们融化的一个溶剂。好，那全部都已经放进来了哈。放进来之后，我们这边就开始准备来熬煮它。待会我们还会等它煮完之后再加奶油。那因为这里面是糖浆，我要不让它粘牙，所以加一点奶油进来，它比较不会粘牙。好，现在这边进来了，我们现在开火。那如果说用秤来称的话，第一阶段。我要把不需要的水煮掉，就是煮到这里面的糖浆重量剩140公克就可以了。那用温度计来测就是135度了。好，这样可以。现在48，多1克少1克没有关系。那我们这里就改成很小很小的微微的火。
不要太大了哈，因为我现在下一个动作是保温，但是你完全关掉，我又怕说太冷了，它那个室内温度太低，糖浆一下子降温降太多，那做起来的效果也反而不好。好，这样已经很微小的火，那我现在要把奶油加进来。做糖果呢，加奶油主要的用意哦，防止粘牙。好，尤其它是一个很脆的糖果，如果呢您没有加一点奶油下去，忘记加了，这个糖果还是可以吃的，可是呢会粘牙，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加一点奶油。那其实不管加什么油哈都可以，它都可以有防止粘牙的效果。但是我希望这个油脂呢，它是固体的，它可以被我的糖完全吸收进去。如果说观众朋友们用的是什么橄榄油啊这一类的油脂是可以的哦，冬天可以，夏天会有一个情形哦，就是呢天气一热，你那个油啊糖锁不住，它就往外跑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有点油水分离的感觉，会比较有这个情形哦。那这种固体油脂就完全不会。那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奶油加进去了，奶油里面也是有水分的，所以呢我再把那个多余的水再稍微煮掉一点点，所以最后我最后煮到的这个糖浆里头的重量大概是155克左右。155克加你的锅子的重量，就是你最后完成的重量了。现在一样是很微小的火，很微小，不要让它冷掉。那我们这里呢要来加这个我加热的坚果进来，糖浆很怕冷，所以你一加进去，冷冷的加进去，它一下子就会完全凝固掉。所以我们这样子，那我们这里呢把它拌一下，我现在把它拌匀。确定我所有的坚果都已经沾到这个糖浆了，所以我刚刚讲糖浆在这里扮演的功能，它只是一个粘着的功能而已。好，现在我们这边放上来，准备了这个糖盘 ，OK， 糖盘。糖盘的高度呢是1.5公分高哈，然后呢这边准备了一个这个烤盘子，烤盘子呢可以的话，你就在上面抹点无水奶油，没有抹的话也没有关系哈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糖呢就把它倒上来，所以它其实量并不多，糖浆的量并不多哈，它比较多的呢是坚果，几乎都是坚果。老师这样子可以做好多的那个，很多，对，量其实非常的多，这样子的量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稍微折一下，折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用擀面棍把它擀平，这个很快，稍微把它擀平，这样。我们的这个糖果已经降温了。刚刚量了一下，大概就是48、9度了。对对对，不用一煮好马上来，因为那时候温度是130几度，其实很容易就散开了。那我们大概降温到现在，这厨娘超厉害的，一摸40几度，超准的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把它切开来，切成条状哦。是。那我们这稍微拿菜刀就可以了，不用特别什么样的刀，但是一样是尽量是不要切过肉啊鱼的，就是切水果的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在上面抹一点点这个无水奶油哈，这种糖果我们不冷的切，冷的切呢，它很容易会碎掉。它是一个很脆的糖，所以如果冷了再来切，这个糖就会散开。1.2公分了，大概对1.2到1.5左右就可以了哈，不要太宽，因为我觉得呢做的太宽哦不好入口。那我们这样子切好之后，它就一条一条的，那就放到完全冷却室温，完全冷却才可以包装。对，再来包装，就避免水汽了。好，这就是今天麦老师呢带来2道呢非常精彩的这个小点心啦，是自己在家都可以做。真的是很简单，对，很简单，很简单哈，然后也不需要特别去买一个温度计啊，只要准备一个就是说专门煮糖果的这个锅子来煮糖就可以了。